这是在考现场重建？我们需要更能帮助恢复现场的仵作，而不仅仅局限在验尸上。这样好。这血流流注的方向，大腿小腿是相反的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死者不是正常站立。如果是这样低着头，这个血滴的形状是合理的。姿态分析是正确的。这是最基础的一个现场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还原出来。对于仵作来说，验尸本身更为重要。想要还原案件，是需要验尸能力和破案能力兼备的。是我求全了，但你可以做到。那是因为我运气好，我被人带过，被人耐心的教过。其实，当时许多仵作能入这一行已经很难了，更别提……听你的意思，里面有满意的人选了？不合格就是不合格。我当年考试也没有通过仵作入选啊。之所以能进入三法司，是跟着王爷考核了一段时间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挑一些好苗子进入三法司，带他们、教他们，我们三法司培养一批自己的优秀仵作？大家慢慢来，一个一个啊，排好队，排好队。是。老岳啊，哎，你快来。乔建北，这些人全是冲你来的。从哪找这么多人啊？是啊，没想到大家对查验尸体兴趣这么大。还好吗？都缺了一半。这太难闻了，没当仵作，这祖坟都往亲压了，走吧。娘姐，我不行，仵作真不是人干的。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还愿意考试吗？王妃，我能不能不剖尸体，就在旁边给你打打下手，端茶送水都行。你来不是为了考仵作吗？这不是被安郡王大舅哥给忽悠了，跟我们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阅历高，包吃包住，说不准就飞黄腾达，入朝为官了。我和这不是乱弹琴吗？哎，他也是心疼你，替你着想。真不争气，这群家伙怎么一个都没留下？以力教者，力尽而教书；以势教者，势轻而教绝。如果只靠高官厚禄去招人，那注定是招不到一心专注的。哎，那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丫头，过几日我在药肆准备些你最爱吃的黔粥菜，到时候你来吃。我还请了一位黔州的故人。故人啊？你在长安除了我们还认识别人？我的老朋友啊，你也认识他。哎呀，丫头，我就想让你帮一下小安，顺便提一嘴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干嘛非要把我拉来呀？快来！怎么了？是关于南诏二王子的。我哥以前在黔州边境，恰巧跟右承安认识。你认识右承安？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还不是南诏二王子。什么意思？这些事儿我也是听小安说的。多年前，南诏王有一次去马场巡视，酒宴后，南诏王喝得大醉，恰逢是喂养马女的小安母亲从此经过，南诏王屏退左右，强暴了小安的母亲。这南诏王就
酒醒之后，憎恶养马女身份卑贱，不肯给小安母亲名分，就连对小安也毫无父子亲情。就这样，将他们母子二人遗弃猎场，不闻不问。小安的母亲带着小安，母子二人艰难度日。但猎场困苦，小安的母亲将他送到黔州亲戚家寄养。就是那段时间，我和小安认识了。原来如此。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些啊？我当年答应小安，不说出去。怪不得这右龙胜对他恨之入骨，只想着杀之而后快。也难怪这右承安养成了委曲求全的性情。王爷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此事牵扯巨大，关乎我朝和南诏的朝堂，不得不报。亲生骨肉，你们怎么看？据说这大王子母家势大，侵占了不少老臣的利益。那些不愿效命于大王子的老臣，现在正需要拥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派系。二王子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一不谋权，二不图利。届时只要我们适当的帮下这二王子，不仅于他是雪中送炭之情，更能遏制南诏王庭。是啊，王庭内部一乱，南诏自然就没工夫在边境生事了。如此，我边陲百姓才会有更多的安宁岁月。陛下，南诏使团难得进京，路上又耽搁了时辰，不如留他在京中多待几日，好好体察体察我们大唐的风貌。锦瑜，你觉得如何？回陛下，臣顾虑右承安并不像南诏王庭中传闻那样任人欺凌。仔细说说。他出身卑微，自幼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，现在表面看起来弱小，只求自保，但一时无法确定他是否另有所谋。而且近日有大量的南诏外族暗中入城，明面上要有神官法师那样受百姓敬重的大能之人，行迹不清，目的不明，所以我们对待这位二王子需慎之又慎。无妨，不过一个王子而已。南诏王既然敢把这个二王子摆在台面上，那我们就没有不接招的道理。先请这个二王子在大唐做客，之后的棋，我们可以慢慢下。我与楚大哥是旧相识，我们情同手足，我也时常听他提起你。那他肯定没说什么我的好话吧？他常说你是楚家的骄傲，是这天底下数一数二的好武宗。他是这样说的？当然，我就是那日在药寺听他提起你之后，我才有了一个不自量力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拜安郡王妃为师，跟你学习仵作技艺。你想学习怎么当仵作？没错，我本对检验之法就略懂一二，对仵作这一行也是颇感兴趣，只是先前一直没有寻得一个好老师。不过若是能拜这天底下数一数二的好仵作为师，那真是三生有幸。你随我来吧。哎，这是前几日的考题，你看看，试着还原一下现场。胸口淤青，大腿、小腿的血流痕迹相反，皮肤上的血迹有摩擦痕迹，只有蹲着的时候会是这样。此人是蹲着死的。那凶手线索呢？这些都不是凶手留下真正的痕迹，这是你们留下的陷阱，对吗？怎么讲？这里才是凶手留下的痕迹。这儿的血迹跟其他地方都不同，血滴是喷射状。然后呢？然后
然后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能看到这里了。我哥教书育人的水平，我还是了解的。我这是自幼见惯了伤残，自己也是大伤小伤不断，算是久病成医了吧。多学一些，也是想关键时刻保全自己。怪不得，我刚刚看你验尸的手法很干净，觉得你对人体的构造尤其的熟悉。你是有什么诀窍吗？还真有。